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9月15日新闻，今日摘要：以军摧毁加沙塔楼，卡塔尔主导反以联盟，伊朗购中国防空系统，埃及拒收加沙难民。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军歼灭真主党武器研发成员。以色列国防军昨日在黎巴嫩南部纳巴提亚地区出动飞机袭击并歼灭了真主党恐怖分子穆罕默德·阿里亚辛。战争期间，亚辛参与为真主党研发和生产武器，其活动被以方认定为违反以黎谅解。以军强调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色列的任何威胁。以军摧毁加沙塔楼，以色列空军连续对加沙城西部发动袭击，摧毁了沙地社区的沙拉布塔和纳贾迪马胡尔塔等高层建筑。以军称，哈马斯在这些塔楼中安装了情报收集设备和观察哨，用于监视以军动向并策划袭击。为减少平民伤亡，以军提前发出警告，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并进行空中监视，确保情报核实后实施打击。军方表示，攻占加沙城的准备工作已完成，预计未来几天将展开行动。哈马斯则继续利用民用设施作为军事据点，并将平民当作人盾。以军在加沙多线行动。以军在加沙城南部科学大学学院区域开展机动作战，并使用推土机整地。空军全天空袭泰勒哈瓦街区，摧毁多福塔。以军与辛贝特在贝特哈嫩地下通道消灭11名恐怖分子。以军发言人称，部分哈马斯高层人物已申请撤离加沙，前往第三国。截至昨日，超过30万加沙人已撤离加沙市。以军计划在犹太和撒玛利亚演习。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今天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举行军事演习，持续一整天，届时部队和车辆将在当地活动。军方强调，这是例行演习，与任何安全事件无关。视频显示，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向加沙地带的恐怖目标发射火箭弹。以军轰鸣声响彻南部。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城的活动持续不断，轰隆声从以色列南部延伸至沿海地区，直达犹大山。以军连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加大打击行动，在纳巴提耶地区袭击并消灭了真主党成员穆罕默德·阿里亚辛，他曾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同时，以军无人机在土伦和布尔吉卡拉维亚之间击中一辆汽车，造成伤亡，并对阿伊塔隆的真主党设施修复工程实施空袭。阿拉伯媒体称，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是为入侵黎巴嫩做准备，重点瞄准贝卡地区的真主党资产。尽管美国施压，真主党仍拒绝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则强调暂无入侵计划，但地区舆论普遍认为黎巴嫩局势正在升级。伊朗购入中国防空系统。黎巴嫩消息人士称，伊朗因俄罗斯 S-300 系统在12天战争中表现不佳，已完成从中国购买新型防空系统的采购。以色列已精确定位伊朗浓缩铀库存，相关信息已被公布。胡塞无人机袭击拉蒙机场。胡塞武装昨天下午在埃拉特附近拉蒙机场发射一架自杀式无人机，被以军成功拦截。胡塞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已成为几乎每日甚至多次发生的事件。卡塔尔推动反以色列联盟。卡塔尔在阿盟会议上主导反以色列立场，草案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其袭击，警告若不抵制以色列升级行动，无人能幸免。在伊朗鼓励下，卡塔尔正推动建立反以色列轴心，包括埃及、土耳其、伊朗、阿曼、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联酋、
科威特和巴林在内的多国正酝酿组建联合军事联盟，以应对以色列的行动。埃及划定加沙撤离红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巴勒斯坦人从加沙撤离是埃及的红线，强调此举将危及国家安全与主权，并称埃及绝不接受或参与驱逐。谈判受袭击影响。卡塔尔首相表示，以色列袭击破坏谈判进程。阿拉伯媒体指责卡塔尔资助恐怖活动，同时强调谈判局势复杂。部长办公室经理涉大麻案。社会平等和提高妇女地位部部长办公室经理然在家中设有大麻种植室，警方调查是否涉及滥用公共资源。部长梅戈兰已被传唤问话。拉蒙机场紧急演习关闭。拉蒙机场将于今晚18点30分至23点因紧急演习关闭，演习期间将有枪声和爆炸声，禁止飞机起降。渗透者耶路撒冷遇击毙。一名来自杰宁希拉特扎赫尔村的巴勒斯坦男子今晨试图越过隔离墙潜入以色列，被边防警察击毙。今日边防警察已加强打击耶路撒冷边界渗透的行动。以色列空军地中海演习。公开情报显示，以军在地中海国际区域进行空中演习，除 G550 侦察机外， KC-130H 战术加油机出现，表明战斗机参与其中。以色列政界担忧政治暴力。政府会议上，基什部长指责司法系统纵容暴力，称若发生政治暗杀，应由检察系统负责。内塔尼亚胡称无执法权追究煽动者责任。本格维尔则警告，政治暗杀只是时间问题。最高法院或审查政府决议。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露丝罗南表示，政府决定占领加沙城可能受到司法审查，引发外界困惑。死海男子遇难。一名约70岁男子在死海米洛斯海滩附近被打捞出水，经 MDA 确认死亡。基尼雷特炸弹被冲上岸。加利利海苏格兰海滩发现旧武器，警方和拆弹专家已销毁，现场一度被封锁并疏散游泳者。波兰允许北约驻军。因俄罗斯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总统纳夫罗茨基签署机密命令，允许北约部队在东方哨兵行动下驻扎波兰，预计丹麦、法国、英国和德国将增派部队与装备。总结，以军在加沙空袭多座塔楼并打击地道，真工程准备完成。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遭袭，伊朗购入中国防空系统，胡塞无人机袭击拉蒙机场被拦截，卡塔尔推动反以色列联盟，埃及拒收难民，以色列国内涉大麻案与政治暴力担忧，最高法院或审查政府决议，死海溺亡与加利利炸弹事件发生，波兰允许北约驻军应对俄威胁。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